各位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粤语家的工作室，我是主持人真叶乐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粤教粤会系列。其实我们粤教粤会系列除了在软体上面也会教学以外，我们也会在硬体上面呢也会来做一下教学。那今天的话就是要来教一下各位要怎么来组装这整台电脑哦。对，先跟各位声明一下，这些电脑的零组件呢，原本是要沿用之前的技嘉啦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个技嘉的 PCIe 板，也就是这一个，它坏掉啊，它只能装小的那个 PCIe 的显示卡，但是装大的就不行。所以呢，我就后来想说，不然就去找一下主机板。结果在我们的海德沃夫店，对，先不计成本的打广告一下，海德沃夫店基本上就是在淘一些宝物啊那一些，反正宝物有什么3C 产品、服饰，甚至是连玩具，然后动漫的那一些东西都在里面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那一个地方去看看。对，我就是在那一个地方淘了一台这个 P8H61 的主机板哦。重点是它只卖150块，而且还附了一个 i5 的电脑。那这颗 i5 呢，我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i5 是哪一颗。OK， 那我们就小心翼翼的把它拿下来，吓死我！好了，那这就是它的这个处理器。那这颗处理器的话，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 Intel Core i5 的这个处理器。那它的这个核心频率是4核4线程，3.2 GHz， 可以 Turbo 到 3.6 好像，然后有6 MB 的快取。4核4线程其实对今天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不太够啊，因为现在的电脑基本上就是6核，或者是甚至到8核这一种比较高的核心数跟制程。那这一个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制程比较老啊，这个制程好像只有32奈米的样子。对，这个比较老的处理器，为什么我会买它？其实我有做一个企划，待会我们就来讲讲。然后再来就是显示卡的部分，显示卡我就不是从海德沃夫找啦，我是从虾皮买的。这一张是环大之前有介绍的 NSI GTX 750 Ti 2G 版本，这个是 OC 版的样子。那2055年制造的，然后听说好像当年的话，这一个已经在当年的时候火爆了电脑的组装圈了吧？因为这一个听说是低功耗高效能的显示卡。那我终于在今年的时候就淘到了，所以呢，这个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因为通常要找到这种好卡的话，应该基本上都找不到，除非你多蹲一点，应该就有找得到的迹象。而且这一个的话，我记得印象中好像只用了900多块，好像是940几块就买到了。对，这一张显示卡没有那么贵啊，因为如果最贵的价格，可能就是这一个有稍微处理过，然后散热膏有换过啊。对，跟各位讲一下，这一台的电脑，也就是这一张显示卡呢，我有换过散热膏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效能方面是没什么问题啊。OK， 那再来就是记忆体，记忆体我觉得这里面它那个单价最高的这一个记忆体呢，我记得我好像花1045块买下来的，所以呢，它这一条记忆体我觉得还蛮赚的，因为它是8GB 1333，但是呢，我猜应该是卖家可能发错了，他发成1600，所以呢，我又赚到了1333的价格。还是说，其实他就是用1333的价格去买1600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个就你们到时候装上机就知道了。然后再来就是沿用的部分。好了，沿用的部分呢有 SSD， 然后散热器、电源供应器跟我们这一台机壳，基本上都是0元。那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金士顿的240GB SSD 跟这个卓越的 TT ETB， 没错，我既然会在240GB 加 ETB 的规格上面去做，那为什么不用现代的主机板？其实再讲一次，有一个企划，到时候再跟你们讲。好，机壳的话，我是用追风者的 P400A， 然后你们看到的这一个都是原厂送的。其实是我这一个机壳已经用很久了，然后自己乱贴了，所以呢这一边的话，我就不再继续说明了。那我们就讲下一个电工的话，我们是买
400瓦的，但是不是买啊，是原本就有的。那这个400瓦的电源供应器呢，它是有铜牌的，对，没错，它有铜牌的转换率。那基本上它的12伏最高有360瓦，最大输出的话是360瓦。以这个400瓦的电源供应器，你基本跑750是没什么问题，你还可以跑1050。所以呢，这个也是要看主机板跟我们的显示卡到底够不够啊。然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下散热器。散热器呢，我之前在开那个 SSD 的组装介绍呢，其实我那时候讲错了，它不是 DN580，它其实是乔斯伯。对，这是乔斯伯的这个散热器哦，它是4根热导管的，然后是铜底啊，铝底，对吧？啊，铜管，你看这个铜管有没有？非常的不错哦，看起来真的蛮有格调的。然后开起来的话，这一个有 RGB 灯光。那再来就是它的扣具呢，基本上是支援到了775、115X 跟1366都支援。基本上你只要是哪一种主机板都 OK， 重点是这一种主机板是1155脚位，但是呢，基本上你们看这个规格，从1155啊，然后1150啊、1151基本上都没变过，就是这样子就可以直接装上去了。不过呢，还是要调啦，不然的话有时候出差错了，还是真的没办法处理好。OK， 那1366的话，应该就是给自强那一种比较大核心的处理器来用。那基本上它还会给了这个叫做固定器，然后这个也是固定器啊，这2个啊。好，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螺丝是有的哈，4个螺丝。所以呢，接下来的话，待会散热膏的部分呢，我会再跟各位讲要怎么上。OK， 那我们就正式来开始我们的组装旅程啦。好。来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做一下组装的部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这个板子呢，我们就把它放直。OK， 那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基本上下面应该要垫一个东西啊。不过碍于这边的东西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上阵吧。OK， 那主要的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处理器的部分哈。那处理器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这个针脚是115脚位的，没错，就是23代的脚位。那基本上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的是，因为我目前的是定焦镜头，所以我完全没办法让你们看得很清楚，所以先说声抱歉。好的，这2个呢，其实是这个一个是无线啦，一个是无线滑鼠啦，一个无线 WiFi， 一个无线滑鼠。那我就放旁边。那主要的话，我们就来看看这里的这个部分。对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，如果你是要买2手的，重点是中古型的这个电脑的话，你要注意什么？针脚有没有直接撇到？我刚掉下去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有撇到针脚很好。那这一个针脚呢，有1155，对，有1155，所以呢，基本上这个你们自己可以无聊的话去数一下。好的，那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一台电脑主要的规格。那这个 P8H61 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有南桥，这个是一定要的，因为基本上处理器它只负责这一个跟 SATA 的部分。当然啦，如果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是 PCI 116都是给处理器跟记忆体这样子，就3个合而为一，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小型的。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来帮助啊，因为毕竟这个南桥呢是他们的桥梁。那之前还有一个叫做北桥晶片啊，那北桥晶片都是在处理器的正下方。那当然啦，因为这个2代呢已经就把它集成上去了。其实正常来讲，应该是1代就集成上去了，所以基本上你们就可以看到说，怎么没有北桥？因为都处理器集成上去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安装哦。首先，我们这一颗 i5-370呢，基本上安装操作非常简单，就是你只要把这个针脚，有没有看到那个针脚，然后去对上这个主机板有一个针脚的位置，给它对上去就好了。那基本上你们可以直接这样子拿，然后把它放上去，就对好脚之后把它装上去。好的。
然后尽量稍微调整一下，看有没有突然出现偏移。好，没有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盖上。那记得要把它盖好，这样子就装上去了。好，再来就是记忆体的部分。记忆体的话，基本上你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一条是2个，有一些高级的话就有4个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掰开。好，那我们就组装吧。好，好，另外一个，对吧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整台电脑的规格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我们先来把整个的散热器给它装上去。当然啊，需要有一些散热膏，那我们去楼下拿一下散热膏，等一下。好，顺便从下面干了一个这个散热膏之外，还有这个。这个的话，就是我之前说要把它装上去来做使用的，但是就是 PCIe 版这个有问题，所以呢就没办法用。然后给你们比一下这2台的部分，那基本上规格都一样了，只是差一个是61哦，对，这个一定要查，这个是61，这个是 H61，P61跟 H61其实它们的规格也是差不多啦，只是说还是有一些区别。那南桥的话是长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把这个散热器给它装上去。装好之后，我们要先把它装上这一颗，4个都要装。那当然啊，我们就先统一先把2边先装起来，啊，位置要对好。OK， 然后呢，再来就是把它锁上去就好了。OK 啦，左边这样子装上去啊，如果装不对的话，我们再把它整个拆下来再装上去。对，上一次我真的在装的时候就装不对，没错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其实这一个主机板我已经有用了一段时间，啊，那时候是为了测试它有没有办法开机，结果我那时候看的时候，一次点亮，我想说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会一次点亮？其实正常来讲是这样子装的，因为正常2手主机板呢，要一次点亮的几率都很低，尤其是这种超老的世代。基本上是很难到全部点亮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锁上吧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它的扣具就已经稳定在上面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要来把散热膏给它涂上去。跟各位讲一下，散热膏基本上的涂法呢是点啊、X 线啊，或者是5点线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涂太多。OK， 那现在灯亮了，然后我们就刚好可以来涂。正好，刚好也顺便把这个散热膏也更新。OK， 接下来的话就是把这咖装上去。装上去的时候就看你要装哪个方向，正常来讲应该是这个方向让它抬，然后给它对好之后锁上 ，OK 啦，把它锁上吧。啊，大概主机板的部分就到这边结束，接下来就先吃个早餐，然后我们再继续下一个步骤吧。好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是刚才少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这个给它装上去。OK， 装上去，基本上这一台电脑就大致上组装完成。然后先确认一下整个稳定度 O 不 OK？ 然后这个就藏好，不然的话到时候要出来的时候会非常麻烦。那这个的话，乔斯伯这一套的话，基本上是会发光的，待会你们开机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。不过呢，我本来是打算说要来做一个无光害系，不过还是算了，这里有一个将就着用吧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装到机壳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装进去吧。
这样子应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一台主机的样貌。那这台主机机壳还好，我当时是买有办法装 ATX 的机壳，不然的话，这在组装过程中就很麻烦喽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。放外面是正常现象，请各位不要乱取啊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哪一个螺丝没有锁好，那我们就先稍微手锁一下，应该基本上是还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把整台给它搬进去了。哦，对，整台搬进去之前，我这个先瞧一下，它这里有一点偏。OK， 装进去喽。那有些线可以先拉一下，就先拉一下。哦，然后别问我说为什么这一台没有那个后挡板，这个你不要问，你会怕。OK， 那我们就把它装上去吧。OK， 那我们把它装好，就把它固定螺丝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一边的那个离组接就给它装一下了。像风扇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先装上去，然后再给各位看一下引野哇的东西。8声道驱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一台立起来了，然后把这个拆开来。刚才呢，其实都是在做娱乐效果，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爱好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先来把这个，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机械硬碟，应该说硬碟读取灯跟这个类似于开机键的这个按钮，给它拉上去。之所以要放平，让你们稍微先看一下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目前我接上的，就是一个 Power 在上面，然后 HDD 是正负极一定要注意一下，不然的话那个通常正负极如果错了，就整个就会直接不能用。正负极，那基本上正负极它那个主机板都会接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 Reset， 好，基本上这一台就没什么问题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下一件事情，把整台主机搬到背面去。你们听到螺丝声音是很正常的，因为里面有螺丝。待会我再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把它翻出来。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我基本上这一台电脑它不支援 USB 3，除非要再买扩充卡才行。那个扩充卡一个要价500亿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装上去吧。先装一点。好，硬碟长这样。那基本上我是会把它装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是给机械硬碟装的，但是因为我只有这个地方可以装硬碟，线比较好跑。OK， 那我们就把它组上去。OK， 装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我也是装在下面。另外一个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是金士顿241。好，那一样装这里。基本上直接放下去，就直接卡上去了。OK， 然后来装一下支架配的，像是电工啊，那一些线啊，全部都接一接。走啊！
接下来我们就把电源供应器给它接上去，然后再把SATA线给它装，最后就是底线了。接下来就是把前面板的接口，甚至我们供电用的接口都给它接好。比方说 CPU 的供电口啊，主机板的供电口啊，全部都接好，SATA 也要接上，这样才有办法读取到里面的资料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先把剩下的这个都给装上去吧。像这个 USB 2的汇牌。把它接稳就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最后显示卡的部分。那显示卡的话，记得这里就是要把它打开就好了。好，剩下的就直接给它装上去吧。然后因为相机快没电了，所以我就加快脚步。好，完成了，这样子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OK， 可能是 B-run 还要再高一点点的境界才能把它达成，不然的话，正常来讲，这个组电脑基本上不用 B-run 应该也是可以好好组的。OK， 那基本上这台电脑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送电测试，然后让它开机吧。至于开机会不会爆炸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哦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OK， 电脑已经正常开机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试测环节。好了，萤幕轻松点亮。基本上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台电脑到底能不能看到那个画面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的话，那个电脑已经都弄好了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视窗化，应该是说萤幕先截取了，显示啊。因为我这边画面需要看了，所以我才要用这么高。那他说 CPU 已经安装，那是因为我给各位说要装那个 CPU 怎么装嘛？那基本上的话才会出现这个东西。那我看 F1 会进到这里来，这是正常的界面。那这里的话就是所谓的 BIOS 界面。那基本上正常来讲，一般的新手小白这里的话，基本上都没有要调的部分，除非你是要装作业系统才要做调整。那不过呢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可以不用了，因为毕竟现在这个部分呢，都是该调的都调好了哈。那基本上的话，这边除非你说要超频啊，否则正常来讲是不用碰它。然后我刚跟各位讲1600，对，这个条子是1600，既然不是我那时候定的1333，不错啊，因为这一个 i5 是有1600的规格。好，那我们就重启了。哦，对，这个 BIOS 有更新，所以呢，它变成了那个 logo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去调整一下。好，现在目前的话，你们所看到的这个作业系统呢，可能各位比较陌生一点。这个其实就是 Windows Vista 了。那在整个生涯里面呢，也就是 Windows 生涯里面，其实 Vista 算是一个死板作业系统。但是因为碍于它这个超先进的 Aerial 画面，其实说真的也算是还蛮不错看的。然后还有这个功能，这个功能也是在 Windows 7的时候有沿用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因为现在没有网络，所以没办法直接测说这一台电脑的网，所以呢，等它跑完之后我们再看吧。那其实现在是可以先看一下那个整台电脑的规格，然后我们现在是用接续相机的方式下去录影，所以请各位见谅。好了，那现在的话已经是装上3470这个规格的处理器，然后是16GB，对，我从原本的8G 变到12G，而且那时候之前在用的那个8G 呢，还是不是同一家厂牌的8G 啊？然后这正常来讲都是要有评分标准，但是呢，我发现到它这里的评分其实应该是评过了，只是说它没有分析而已啊。不过现在要来做分析者，好了，好吧。
他会说平分完成，实际上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在做重新平分啊。不过呢，这一个好消息就是这台电脑呢，正常来讲的话，应该都是正常开启。OK， 那整个的个人化也是，各位看一下，什么桌面背景啊、音效啊，然后布景主题啊，跟这个显示设定，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可以做调整。然后这一台的话，我是选 Full HD 的，而且然后很高规格的。那其实它还可以到120，那我调看看，120是这样子。那其实都这样子看下来的话，其实这样子也算不错啊，基本上可以调到120。那正常来讲的话，这一边的更新啊都已经更新完了，也就是说，在 Windows Vista 其实在现在来讲，2024年是还可以做日常使用。不过什么3A 游戏啊那一些的，应该就基本上玩不了了，毕竟这一个老架构了，它是 DX10的架构，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玩的话，可能是要么升级，要么给它改内核。因为我现在这一台的话，其实正常来讲有改过内核，不然的话，以目前来讲的话，之前那个 Vista 好像最新版本也只有到 1.4.5 还 1.5.8 来着，反正这一个版本就不会是最新版本，所以呢，现在有这个最新版本，我这样子就可以跟朋友聊天了。OK， 那这个就是以上这一台电脑的规格，那我就总结一下吧。好，那这就是以上这一次的电脑组装教学。那各位可以想一下，这一种组装教学呢，其实可以再多拍一点也没有关系啊，因为基本上我是想说，以我们这台频道的组装，其实正常来讲应该是要做电脑系列的产品。不过呢，碍于最近好像也没什么题材拍，不过呢，也是因为有了那一台电脑之后，突然想到了这个题材了。不过其实眼尖的观众应该会发现到说，我竟然换电脑。对，其实这也很突然啦，因为我想说，来做一个企划，那这个企划呢是 Windows Vista 的企划，而这个企划我本来是想说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来做，所以呢我就在找那个什么组装的产品，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有一张主机板，等一下我拿这一张啊，原本要用这一张主机板来用的，但是因为 PCIe 槽被那个450给压坏了，所以它现在只能装短的，也就是比较小的显示卡，装大的不行啊。小的显示卡虽然说我有一张450那一张，但是我猜它的那个效能应该不太好，所以1050我装上去的那个 Vista 也是没办法开驱动的。结果殊不知我在网络上找到有人做那个1050的驱动，我直接崩溃啊！没办法，因为通常都是在做了之后才发现后面有什么新东西啊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750其实也是拿来做我们的那个显示卡的介绍，也顺便跟各位讲，其实我之前有想过要来买750这一张显示卡。OK， 那对，现在这台电脑基本上也是当我的主力机在用。那主要的部分呢是备用机，我是用的，就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台，没错，这一台的 Vista 我竟然是把它当主力机在用。那可能各位也觉得很疑惑，为什么要把这种老的作业系统当主力机来用？其实原因很简单啊，因为我想说，来体验一下，如果把这个当做主力机的话，至今可以用的软体有多少？目前的话，我有体验过了一下，有一些软体是 OK 的。但是有一些软体需要经过内核改造才行，甚至有一些软体是开不起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要再进一步的去做讨论的话，这个就是衍生后来之后我打算做一个 Windows Vista 企划的一个组装。当然阿哲也有说过，他有打算要做 Windows Vista 的介绍。我再考虑看看啦，如果有空闲的话，我再去抽空问看看要不要来做这个企划这样子。不过以他那个目前有在做一些大型企划的人来讲，应该是很难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吧。那也基本上就是说，我们这台电脑就是组装完成，没有爆炸，没问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使用它了。好了，那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就谢谢各位收看，请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按赞并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。这里是月比亮乐工作室，我是主持人尊月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